大家好，我是梅，欢迎来到梅的奇幻冒险旅程，跟随我的镜头一起看看不一样的人文风情吧。这是一部手把手海狸熟成制作教学，还不赶快笔记起来？过了这村，可能就没这店咯。这机会实属难得，还不赶快点赞关注一下？在正片开始前，小梅，我可先说，这支影片的拍摄没有这两位的鼎力相助的话，可能就无法完成。那就是圣杰哥和袁先生技术支援与支持，而这只海狸是金吉利定制渔场当日现捕现捞的新鲜海货。金吉利定制渔场位于新竹市香山区海山渔港这边，每日贩售时间皆会有所不同，每日渔获都是当日现捕现捞，不会贩售隔夜冷冻渔获。若想要更详细资讯，欢迎加入金吉利定制渔场的 LINE 官方社群，打开 LINE APP， 点选左下角主页，再点选上方搜寻打金吉利定制渔场，再点选社群，就可以看到金吉利定制渔场官方社群。里面除了会公布每日贩售时间外，也会有美食爱好者在社群内分享海鲜料理心得，很值得推荐加入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吧。在此友情小提醒，制作生鱼片时，请注意当下环境卫生，以及生鱼片毕竟是生食，食用时请注意个人身体状态。接下来海狸生鱼片熟成制作分为几个步骤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步骤1：挠脚放血。这只海狸是金吉利定制渔场当日捕获，活地处理法有分为挠脚和神经脚，而接下来要处理的步骤为活地处理法的挠脚。挠脚是为了防止鱼类因受惊吓而消耗3磷酸腺苷，避免乳酸和胺在肉中积聚，以免死后僵直，能让鱼肉能保鲜更久，甚至能进行熟成过程，让鱼肉味道更多元丰富。而现在是圣杰哥在对海狸进行挠脚过程。如果各位朋友们有来金吉利定制渔场购买鱼缸内的鱼或海鲜，且要制作生鱼片但不会挠脚的朋友，可以问问看圣杰哥有没有空，可否帮忙做一下活地挠脚，顺便在旁学习一下，自己动手做，乐趣才会满满。挠脚完的鱼就会如影片这样，整只软绵绵的，就像没骨头这样。而接下来就是把鱼鳃切开，是为了等放入水冰桶放血用的。若是鱼的血液没有放干净，就会导致鱼肉的鲜味和口感大大的降低。除此之外，细菌也较容易滋生，这个步骤可千万要仔细，不可马虎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而接下来就是把切好鱼鳃的海狸放入水冰桶内进行抖动，加快鱼体内的血液流出，也可以用水管冲水帮助血液流出。这个时候就会问说，那要怎么知道血放得如何呢？这时就要特别注意了，注意鱼鳃的位置，鱼鳃的颜色这个时候就会变得粉粉白白的。鱼鳃粉粉白白的可不是不新鲜，而是因为放血导致鱼鳃经过放血，从原本深红色到后面鱼鳃粉粉白白的，基本上放血这个过程就完成了。而第一的步骤挠脚放血就完成了，就可以进行第二个步骤了。 Later， 步骤2：清理。现在要对海狸鱼体进行清理过程，此时因为鳍和刺还没清除，在抓取鱼体时要注意别被刺伤了手指。接下来这个步骤要特别注意到，因为这步骤若没做，会有一定的几率熟成会失败，就是去除海狸身上的背刺、背鳍、胸鳍、腹鳍和尾巴。因为若没去除，在后面抽真空时就很容易把抽真空带给戳破掉，因为真空带破掉就大大增加空气与熟成鱼体接触，若没注意到真空带破掉，就很容易滋生细菌，且因为产生了氧化过程，熟成的鱼风味就会由此改变，也有几率吃了后会上吐下泻，保证一定会拉得不要不要的，走路姿势可能就会变成这样。或是你自己可以不吃，但可以自己的大冤种朋友一起来享用。一个字，绝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此刻海狸身上的刺和鳍都去除后，就可以开始清理海狸的鱼鳃和内脏了。而至于海狸的细小鱼鳞就没有去除了，原因是在于海狸熟成完后会进行鱼肉切块，那时候就会切除鱼皮，所以才没有去除海狸的细小鱼鳞。而这时袁先生在沿住鳃盖切除鱼鳃，
这个地方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，就是不管是鱼鳃切除或是去除内脏，要特别小心，下刀不能太重，刀子不能切得太进去，力道要拿捏得宜，不然就很容易把内脏切破，到时候又有的清理了。这内脏清除需要胆大心细，动作不能快，只能慢慢来，就是一个欲速则不达的意思。海狸鱼体切开后，轻轻地拨开来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检查其内脏是否有寄生虫。因为寄生虫喜欢待在内脏这部分，主要也是内脏够肥够营养，寄生虫也很爱。若是有出现寄生虫，那这边小梅我就不推荐生食了，一律都是熟食。不管怎样，一切煮熟为主，还是会有机会抓到大鱼做生鱼片。但自己肚子只有一个而已，那可就千万别和自己过意不去。这个内脏清理过程，也就是一个边清边注意，看看有没有寄生虫躲藏在其中。而有些朋友会有吃鱼内脏的状况，就是把鱼内脏下去煮，做成料理。这边小梅可要说一下，海鲜的内脏不比陆地上动物内脏，海鲜的内脏有些可能会有毒，所以若是要食用内脏，也是依自己所知所解，再来决定是否要食用其海鲜的内脏。去除海狸内脏也是小心为主，也是千万别把内脏弄破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内脏清除完后，接下来就是要清理血河的部分了。沿住脊椎骨的地方轻下刀，把鱼肉和薄膜轻切开，再准备牙刷，就可以准备清理血河了。什么是血河？这个就是血河。血河若是不清理，也是会影响熟成后的风味与口感。当然也有可能血河会滋生细菌的生长，所以这个动作也是马虎不得的。这边就是切开后开始水洗清理血河。前面也说到可以准备牙刷下去刷洗，但因为我们在制作时忘记带到牙刷，所以才用手下去清洗。但这个动作比较不推荐，原因是在于可能会一个不小心手指弄到鱼刺而受伤了，所以才说这边可以准备牙刷来进行刷洗。刷洗清理血河的这个动作，除了在刷洗脊椎骨的血河之外，鱼体的这个洞也要特别注意。这个洞尽可能的清理，往往都特别容易疏忽掉的存在，而造成整个制作过程都前功尽弃掉。后来因为手搓得太慢了，就上道具了，一个辅助搓洗能力加9的手套，一起加入清洗行列。至于血河要清洗到什么程度呢，才算是 OK 的呢？就像这样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大概就像是这样，与清洗前做一个对比，就应该比较好能理解了。清洗完后，可以趁这个时候仔细观察鱼体内部状况，看看鱼体内的鱼肉状态是否有寄生虫的存在。若是有寄生虫的存在，那就是一样，想也别想了，直接拿下去做熟食才是真的。检查完没有任何问题后，就要进行下一步骤了。Later. 步骤3：擦干与抽真空。整只鱼体里里外外可以使用厨房餐巾纸擦拭，因为厨房餐巾纸不会掉纸屑，比较推荐。一般卫生纸会掉纸屑，清起来麻烦，不推荐使用。相信我，真心不骗，哈哈。整只鱼体里里外外擦拭完所有水分后，擦干后就可以拿厨房餐巾纸进行包裹了。其包裹的原则就是有洞堵洞，有缝填缝，能塞满就塞满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空隙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填好填满来的概念。这样，后面鱼体表面再次进行擦干后，就可以拿厨房餐巾纸包起来了。只是以上这几个步骤相当费餐巾纸，所以建议制作时要准备一大捆或是一大包厨房餐巾纸，这样免得不够用就尴尬了。餐巾纸包完后，就准备保鲜膜包起来，就像是卷木乃伊这样捆得严严实实的。其用意就是很好的固定餐巾纸，让餐巾纸可以很好的覆盖其所有表面，确确实实的让餐巾纸吸取露出的液体。
而这边就是保鲜膜封好的海狸，放入抽真空袋里进行抽真空。若是家里没有真空袋，也可以使用装被子的抽真空收纳袋，而若没抽真空机，可以使用家里的吸尘器，吸尘器也可以达到抽真空的效果。吸完后就可以放入冰箱里保鲜起来了。而如果有专门的熟成冰箱会更棒，但这边我们是放在一般家用冰箱，放置的温度区间在于摄氏0至4度这边，湿度约在30%左右。因为每一次的开关冰箱的门都会造成温湿度的改变，所以要尽量少去开关冰箱的门。然后也可以买一个温湿度计做一个监控，每一次开关门时可以记录一下温湿度，加减减可以监控一下冰箱的温度。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下一步骤了。Later. 步骤4：换纸与熟成。一般每只鱼的熟成时间皆会有所不同，有些鱼可能需要熟成，而有些鱼可能就不用熟成。熟成的用意是为了提升鱼肉的风味和口感，让鱼体的筋膜软化，油脂蛋白质转化为氨基酸和肌酐酸，食用时风味会变得更加多元，鲜甜滑顺且易消化。而我们这只海狸打算熟成10天左右，原因是在于这只海狸比较大只，且本身油脂也很丰富，时间拉长筋膜也比较软化，后面也比较好入口，口感也会相对滑顺。而若是要做其他鱼种的生鱼片，问说需不需要熟成这件事，小梅我可能没办法回答给各位，但欢迎加入金吉利定制渔场的LINE官方社群，在里面提问，就会有一些大佬就会回答问题了，所以我才说加入金吉利的官方社群，保证物超所值。回归现在正在处理的海狸生鱼片，这只海狸那是杀完抽真空后就放入家用冰箱，温度控制在摄氏0至4度左右，湿度约在30%左右。因为家用冰箱没法温湿度控制得很精准，所以有买温湿度监控表，每一次开关家里冰箱时，看一下温湿度表头资讯，好注意下现在冰箱温湿度变化。若是家里有专门的熟成专用冰箱，那就会更赞，因为就不用怕温湿度跑掉了，熟成用冰箱会帮你控制得好好的。而这只海狸预计熟成10天左右，前6天每一次手洗干净，每2天打开一次鱼体，就是从抽真空袋里打开鱼体，然后进行厨房餐巾纸的更换。每次的更换也要顺便检查是否有看到寄生虫，每次的更换也别忘了，也要注意下鱼体是否有臭酸腐败的味道。若检查出有寄生虫，就不要熟成了，直接拿去煮熟食。若是鱼体有臭酸腐败味道，那就请把整只鱼丢掉，毕竟肚子只有一个，鱼再抓还是会有的。中场插播一下，现在圣杰哥把鱼体剥开来，可以看到腹部这边的油脂很丰富，一条一条白色的油脂，那可不是寄生虫啊，可千万别搞错了，切记切记。检查完鱼体后，就可以重新拿厨房纸巾再重新包裹起来。包裹过程就如同前面这样，有洞堵洞，有缝填缝，能塞满就塞满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空隙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填好填满来的概念。这样包裹完厨房纸巾后，就一样拿保鲜膜把鱼体捆起来。保鲜膜就是一个捆好捆满来的概念，就像是捆木乃伊这样，捆得扎扎实实的。其用意是在于让厨房纸巾很好的包覆住鱼体，不会让厨房餐巾纸一味跑掉，导致鱼体汁液流出没有吸取到。这样捆完后就可以准备再放入真空袋内了。鱼体放入真空袋内后，就可以准备拿去抽真空了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没真空袋可以拿装冬天被子的真空收纳袋来用，没有抽真空机可以拿吸尘器来使用。那这边我们为了这只海狸熟成生鱼片影片需求，所以我们展现了2种抽真空的方式提供给各位。这样一种是前面用吸尘器抽真空用，另外一种就是用抽真空机来抽真空，2种方式都可以，就看各位哪一种对于自己来说比较方便咯。抽完真空后就拿回冰箱冰起来了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为了这只海狸熟成生鱼片影片需求，所以我们展现了2种不一样的冰箱，一种是家用一般冰箱，另外一种是这种做生意用的冰箱。2种冰箱皆都可使用，但主要还是要记得温湿度还是要注意到，还是要准备一下温湿度表，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用熟成专用冰箱，有些小地方还是要注意到。前面也有说到，这只海狸预计熟成10天左右，前6天会比较麻烦一点，每2天就要更换一次厨房餐巾纸，换完第3次后就
就是第6天时，后面就不需更换了，就一路放到第10天了。10天后就等住开吃了。 Later. 步骤5：切片装盘。期待已久，经过10天的漫长等待，终于要来开箱了。10天的熟成海狸生鱼片，我们请袁先生来帮我们操刀，哈哈。因为袁先生刀工上小有所成，相比于小梅我来说，我来操刀的话，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，可能就不是美味生鱼片料理了，而是案发现场了。现在在做鱼头切除的部分，鱼头切除下来后，可以煮成海狸豆腐味增汤。那这边有一个邪恶的地方，就是骨髓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因为经过10天熟成之后，已经有点呈现果冻状态。若是敢直接食用，可以在骨髓上面上点佐料，然后直接吸取，口感和风味上面也是惊为天人。而海狸鱼体的部分，用3枚的手法取肉取下来。3枚的手法看似困难，但实则不会。有机会可以买青鱼或竹夹鱼回去练练手。青鱼和竹夹鱼其实很好切，对于练习3枚取肉的新手小白来说会非常友善。而这边插播一下，3枚取肉的刀法，经过练习后，生鱼片就可以美美的摆盘了。如果学会了3枚取肉的刀法后，在很多料理上也都会运用得到这刀法。就比如像是白带鱼，3枚的方式取肉下来后，就可以做成白带鱼卷，又或者是切成鱼排，也是多了一种选择。相对来说就比较会。现在取下海狸的熟成鱼肉，可以看到色泽和油花来说都还算蛮漂亮的。说到这，就让人期待其味道和口感了，以及那海狸的油脂在嘴里不知会蹦出何种的香气，真的很让人期待。我果然也是个吃货大胖小子。而3枚手法取肉完下来后，所剩下的鱼骨，中间这部分也是骨髓。前面有说到，敢直接吃的朋友，佐料直接上去，其风味也是惊为天人。而剩下的鱼骨可以和鱼头一起拿去煮味增汤，那料理部分又多了一道料理，可谓一鱼多吃呀，就不会说切剩下来的部分没有用途，只能当厨余废弃物浪费丢弃了。而现在做的是切除鱼体筋膜的部分，鱼体筋膜的这部分就看在于个人看要不要切除，主要是我们想要吃起来口感滑顺，所以切除。但若是想要吃起来有嚼劲，可以留一些下来，但不建议全留下来。原因是因为怕生鱼片送入口中，到时候怕不好咬，也怕不好吞咽这样。那在去除筋膜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也别忘了顺便检查鱼肉是否有寄生虫，以及手摸触感，看是否有没清除的鱼刺。若没清除到的鱼刺，也可以顺道一起清除。那清除鱼刺用的器具，袁先生是拿拔毛的夹子来作为清除鱼刺的器具，是一个经济实惠的一个做法，推荐给各位参考使用。而现在开始要准备去除海狸的鱼皮了。海狸鱼皮不推荐食用，原因是因为海狸鱼皮上面有细小鱼鳞。那前面步骤也有说到，后面会切除鱼皮，所以前面就没去做去除鱼鳞的部分，就不用再多费一次工。但不同的鱼要做熟成生鱼片，去不去鱼鳞，小梅我还真不知道，可以影片下留言，然后小梅我问完后再回复给各位。又或者是加入金吉利定制渔场 LINE 官方社群，里面也会知道的吃货大大们回复给各位。简而言之，加入不吃亏，不加入才吃亏。说到这边，有看到吗？这是经过10天的海狸熟成生鱼片，这鱼肉的色泽纹理、油花光泽，真的会让人垂涎欲滴，口水直流呀。接下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时刻了，别怪小梅我没提醒哦。接下来的画面冲击性可是会非常强烈，可千万别在肚子饿的时候观看，不然肚子咕咕叫，小梅我可不负责啊。准备好了吗？画面准备要来了哟，倒数5、4、3、2、1。Later. 步骤6：开吃。是不是就如同小梅我所说的，邪恶的生鱼片？这只海狸是在金吉利定制渔场购入的，因为鱼货够新鲜，所以怎么料理都好吃。若是下次有去到金吉利定制渔场，看到鱼缸内有海狸，
不妨可以考虑一下海狸熟成生鱼片这道料理。那这边就开始我们吃货心得了哟。先试试看上辈的口味啊，这样吃起来蛮顺口的，它油脂也不会到像养殖的那种腻口。这是腹肉，这是腹肉，因为海蛎跟其他的鱼种，它吃起来就是会有一种脆的感觉，但是它熟成后它油煮，吃起来也不会太苦，吃起来就是一个丝滑的脆。这是中段啊，我觉得我们这次这样子做的熟成蛮成功的，因为像有一些生鱼片，他们中段上背的部分，它吃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油脂，但是我们这次这样子做的，它油脂这样吃起来就觉得，尤其是腹部的地方，油脂，甚至你在咀嚼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，就是越嚼它越有那个香气出来。看完了海狸熟成制作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其实不困难，困难是难在要活生生够新鲜现流的海鲜鱼货。所以当各位朋友下次有去到金吉利定制渔场，有看到鱼缸里的海鱼，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制作生鱼片料理。我是小梅，希望这支熟成生鱼片制作影片你会喜欢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最新影片或是线上直播资讯。谢谢各位观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